好，那么看一下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的一个视频呢，就是沉默已久的关羽张辽啊。为什么要说沉默已久呢？其实很早啊，也都是跟大伙儿说过啊，《三国战记119》版本的关辽组合呢，理论上来讲啊，现在呢人脑最多是秒19，TAS 是满秒，也就是秒20。这个19啊，关键在于咱们的这个。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啊，有人说这个咱们那个什么怎么秒啊，那个左慈怎么秒啊什么的啊。其实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组合呢，它不是说哪个难秒，就看你用你看哪个 boss 你舍得用宝。你如果有的 boss 你舍得用宝的话啊，那么你懂的啊，那么就可以这个对吧？你都很好秒。但是问题是你秒了它，另外的就秒不了了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说啊，这个视频呢啊，也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。勾叉 Q 大神啊，1234566，他打的这么一个官僚，而且官僚组合啊，在我这里呢有2个版本啊，也就是说第一个版本和第2个版本的秒法是不一样的啊。这2个版本呢，可能短期内啊不会重复的做，但是以后假以时日呢啊，有心情呢，大家伙可以看一下第2个版本啊。既然能出第1个版本，然后再出第2个版本，说明第2个版本比第1个版本呢要更加。华丽一点，或者更加帅气一点，也比较看来这个作者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关羽和张辽这个组合，因为在正史上啊，关羽和张辽啊也是交厚，那再加上这个号称周亚夫之风啊，也周亚夫啊，一个周亚啊。周亚夫之风这个徐晃啊，这个功名，你听这个，其实你没发现吗？啊，就是咱们老罗写故事的时候啊，他把这个人物的字什么的呢，比较写的比较这个。就是有的人他就比较厉害，有的人他就不厉害啊，就是他这个有的字就很傻。你比如说你像关羽啊，关羽字云长啊，云长啊，义薄云天啊，义字当头，关羽啊，关二爷二哥啊，这个确实是屌啊，这个云长啊，义气就是非常屌啊。这个魏延是文长啊，但是这个文长呢，也不是话。你像文长啊，这个文这个字呢啊，你看这个，如果说按照这个皇帝的号来讲呢，这个文啊，这个文武啊，文武景啊，这都是好字儿啊。但是这个马超字孟起啊，这个还有一个孟就孟德啊，这个还有一个还有德字叫翼德啊，反正翼就是张飞，飞，你看飞这个字儿。那跟这个义就有关啊。第一关 BOSS 啊，大家伙儿不用想，这就是我感觉就不是说傻子啊，就是说正常玩秒杀的人，第一关这个 BOSS 张辽单秒没说的，有人给看兵，就简单的要死啊，这没有什么好讲解的。咱们主要是讲讲这个故事啊，这个但是呢啊，往后呢有几个小技巧呢必须要讲。然后你再看这个什么张飞字翼德啊，这个马超是孟起啊，然后中间夹一个孟和德啊，孟德就是曹操啊。这个曹操如果说他有德的话呢，无非就是心系这个国家大事啊。这个要是没有曹操的话呢，这个中华这个大地上又不知道啊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啊，最终反正是那个意思啊。反正他也称王，他儿子也称帝了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好状态。但是呢，据说啊，在关内的很多。这个小伙伴呢，都是生活的非常好，所以说比较感谢曹丞相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。但是呢，你要再往后的话呢，你看啊，这个往后拎的话，你看这个孟起，这个孟德，孟就是梦想当中的道德是吗？啊，孟起就是梦中起床，反正啊，起这个字呢，就是一般都是好字。你看那个还有那个夏侯渊，曹操跟他说啊，这个妙才啊，不要侮辱妙才二字，妙才。所以说你看兵贵神速，在早期的时候，夏侯渊虽然说后期啊，这个夏侯渊让人让人给揪住了啊，确实是让黄老前辈啊一刀啊咔嚓了啊，但是啊，之前夏侯渊还是就非常有本事的，也正儿八经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曹气阵营当中啊，在本家英雄当中，非五子良将当中呢，应该是排 No.1 啊，就是这个事儿，就咱实话实说啊。但是你再往后的话呢，就包括那个于禁啊，于禁是吧？也是啊，这个一辈子英名啊。这个曹操前期不知道因为他赢了多少次仗啊，后来一个水淹七军，一句话再见啊，再见就不如不见啊。这个最后虽然说又回来了，但是这个咋说呢？这个就是好尴尬呀啊，好尴尬！来看看这个秒，通俗秒升级暴气，
这个通俗描法呢，就是很简单，利用这个超必杀，赵云也一样。如果你用赵云的这个超必杀和关羽的超必杀是一样的，关羽的超必杀之所以难，是难在关羽的必杀不可控，赵云的必杀呢，倒转昆仑，它可以倒入，摁住，什么时候松都可以。而这个关羽呢，就是一股劲儿往前冲，而且他还是带方向的啊，这就比较皮了啊，确实比较皮了。然后呢，刚才咱们说啊，官僚组合，关羽和张辽关系好，那就源于当时吕布跟刘备的蜜月期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吕布呢在后方跟曹操啊，这个在徐州，曹操在徐州会战的时候，吕布给后面啊就一个千年杀啊，整的这个曹操有点受不了了啊，所以说间接呢导致呢这个徐州被救，然后刘备不是这个牛逼的皇帝的啊。说句实话，也是一州之主啊。徐州虽然说没有荆州啊，什么这个益州什么的啊，这个比较大，比较重要，但是呢，也怎么说也是一州之主啊。你这后来这吕布战败，然后俩人走一块儿啊。这个反正是大体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张辽呢跟关羽关系啊也是蜜月期啊，也是非常好。后来呢，是加上这个咱们故事里面描写啊，就那么回事。但你听故事啊是这么回事，其实在正史当中也一样。在正史当中呢，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啊什么那个千里走啊，也没有什么那个乱码七糟的故事。但是呢，在正史当中啊，其实你包括现在有很多，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阵营的啊，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。啊，就很简单，你拿一个小事来举例啊，拿小事来举例，比如说你是跟这个副总裁的啊，他是跟这个副总裁的，但是你俩私底下还比较好，但是战略上呢，你俩还互相竞争啊，就是你两个领导竞争，跟我又没关系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关羽这比较骄厚啊，没事还有书信往来，你包括你像曹操跟韩遂，他俩本身就关系比较好，这不是马超小心眼儿了啊，对吧？你这就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呢可能。你看，你尤其是什么呢？曹操为啥说呢？战胜一个人容易，战胜两个人难啊，对吧？不，战胜两个人那个容易，战胜一个人难。你这一个人可以做主啊，这个两个人的话呢，互相一猜疑啊，那就难受了啊，那真是难受了。主要呢，这曹操也不讲道理啊，他就给人写信之后呢，故意陷害，其实这就是计策啊。好的，这直接开了，飞龙在天。转过来飞龙，然后前手，这是一套没有暴击的没有暴气的这个连招。然后呢是招安状后手张辽暴气，这样的话张辽呢减第二个招安状就无所谓了。这个招安状一上啊，那随便秒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但凡这个一放招安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的这个技能，比如说赵云的白鹤亮翅啊，张辽的这个秦王鞭石啊，这也是非常屌啊。他这个招。哎，我发现我说话为什么要说一个昂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昂这个昂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结束语是吧？其实我不想说，正常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么说啊。这个昂是被人吐槽过的啊，所以说我就很难受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讲故事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收尾的时候喝口水。对吧？有的时候你看我一整30-40分钟，长达3小时的情况下，你说我喝水不把自己肾喝坏了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咱们先不昂了啊。这边呢，张辽是主打连击，他追地其实是太狠了。追地的话，关羽确实次。正常这里面你看啊，但凡追地次的人，我给你举例啊，你看关羽，诸葛。这都是很难受的啊，包括黄忠呢也但是黄忠也还好，这比这俩人像。你像关羽一追地，他拿那个青龙偃月刀跟大板锹上往地一拍，给人拍起来。然后诸葛亮一追地还得反向 A， 你要不打不着，你到哪说理是不是？好了，看看一顿下蹲。一会儿有个小兔啊，好，来看看现在这边几只大灰熊。这个熊，你说你杀它干啥呢？它圈养起来，熊胆酒，活熊取胆，熊掌啊。
这个熊掌也非常屌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熊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没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监狱满堂啊，满汉全席。这个电影里面那熊掌啊，确实好吃，听着看着就过瘾，就那种感觉。来看现在马上啊，张元壮吃完之后，看看这个小伙子。你说小伙子，你奔跑吧，就生怕不知道你身上有东西似的。就咱们看一下啊，经常会有发现有一些什么武侠剧啊、影视剧啊，一整就有一些身上携带重要物品的啊，人正常携带重要物品的人都非常低调啊，怎么乔装，怎么低调啊，运送就完事儿了。他可一见人就跑，鬼鬼祟祟的啊，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谁不知道你身上有好东西似的，真事儿的。有的时候你很特殊，大伙儿看电影。你看，尤其看恐怖片里面，经常讲有一些一看这人作死，一看他就作死。你说而且一作就马上就要死。所以说如果说我写一个故事，我拍一个电影，越作死的人，哎，他就死不了；越谨慎的人，哎，再见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反转神剧啊，就必须这样的。当然了，咱们现在啊，做一个三国战记的解说呢，主要还是要贴近这个三国白老虎。其实据说在咱们古代时期，这个古代呢很难受啊，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古代，因为咱们古代呢从封建王朝一起算的话，这几千年咱也整不完到底是哪个千年呢？但至少呢在汉朝的时候，据说啊在西川这四川呢有一种长得非常萌，看起来非常萌，但是其实攻击力非常凶狠的一种动物，叫做大熊猫。我不知道大伙儿懂不懂啊？据说那个时候大伙儿都吃这个大熊猫。现在咱别说吃这玩意儿违法啊，我估计它不是违法的事儿了，这都是超级犯罪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据说就是生态环境比较好啊。怎么说呢？你看东北的话，棒打狍子瓢舀鱼啊，野鸡飞到被窝里，那个野鸡飞到饭锅里啊，不是被窝，被窝跟野鸡没有任何关系啊，都是自己家老婆热炕头啊，这么回事儿。就说咱们说，你看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动物其实肯定很好。你看咱们经常会举个例子，什么虎豹骑啊，什么白马义从这些骑兵，其实他拿动物骑很简单，就是他们动物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动物是比较威猛，就跟龙之队、虎之队意思啊，没有动物。你看这个游戏里就有。你看这游戏里就有虎豹啊上场啊，有人专门驯养这个，关键时刻啊打乱敌方阵型。你看那个士兵，他看见对方有，哎，他洗脑之后，你看这个士兵看见敌方有这个兵冲过来，他不怕。对方这有个老虎扑过来，你什么感觉啊？挺吓人哈，那飞剑虎就飞过来咬你脖子，你这种感觉你受不了吧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包括你看咱们看那个。西川的时候，咱们不是说跟什么目录大王、什么朵斯的大王什么的，跟他们打，不有那个大象，什么各种小动物啊，就是非常吓人。后来这不诸葛亮不有这个奇门遁甲之术可以吓唬动物吗？反正是这个意思。动物反正也，你说动物它能不怕人吗？现在咱说实在话啊，以现在的科学水平，你把恐龙拽过来也白扯呀。你看那恐龙新世纪，那大个子麦斯，还有那黄帽穆斯塔法。啊！一顿拳手，一顿1、2、3、4突啦就死了。你这什么恐龙啊？你现在你不用说那个有点假，你就说咱枪打不了，我火箭炮、RPG 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我实在不行，我给你整个小导弹。你这什么恐龙，也就是一个字儿，就滚啊，没有用。刚才这几个 boss 呢，都是通俗秒法，秒起来呢，咱们看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啊，几乎是零失误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要卖血了。卖血是必须的，因为这一关呢，咱们除了要费气儿之外呢，咱们下一关呢也要打气儿。然后尤其是卖完血之后呢，咱们在后期，在这关过了之后，除了有正常一个人补血之外，另外呢，只要你打赢了擂台赛，就可以补血。虽然说不是非要补满啊，不是小的时候也不一定补满，但是呢，像这种情况补满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打得非常快，自己费血少，加的奖励也多。好的一个夺，暴击1、2、3、4，再前手。再来，最后肯定是要必杀暴气收尾。好了，暴
暴气弹起来之后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小狼他最后那个杀人剑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叫杀手锏，也有说杀人剑，反正你随便，我正常叫杀手锏。这招呢，暴气之后可以练。其实正常来讲，他暴气弹起来的时候，关羽那第二式往上上的时候也能再薅着，这个叫薅油根。我们小时候管这个下前手，这个什么飞龙在天，什么天女散花，这都是属于这个。好了，看看这边就一顿单 A， 前前锁其实打血不多，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连招的时候，经常都用前手，都用正常的前手，打完之后呢那一下来起手。你看吧，尤其是玩风云再起刷分的，都是前手这个第一下打不着，然后第二下开始打，这样的话呢就好连啊。来看看第三关。一切来讲呢，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。之所以他人脑秒19已经做了3步了啊，已经做3步了。秒20 TAS 有2步，现在正在做第1步。这一步，咱们再往后看的话呢，就比较玄幻了。秒貂蝉的话呢，秒貂蝉还是比较正常。秒貂蝉的话，因为正常来讲呢，咱们正常也是要连。你像关羽，你像那个赵云，除非是诸葛啊，你像赵云跟张辽，秒法也差不多。都是最后呢还要再连的，如果你最后不连的话，是不可能秒掉的，诸葛亮除外。那关赵组合还有另外一种秒法，关赵组合呢也有 TAS， 关赵组合的 TAS 呢也是刚刚的发给我正准备接。当然呢，我接到的这个录像呢还要重新再编辑一下，因为在飞编软件上呢可能无法直接提取啊，所以说稍微皮一点。这个录像呢也是由咱们的这个清音提供的。来看看现在这边是一路走过来呢，还是比较简单。正常呢是正常的话呢，咱们说对于一个忠实的三国战记迷或者三国迷来讲，这个游戏呢从小到大，我认为这个游戏它在剧情方面上只有前3关是正确的。在这一关啊，就是在大义石荆州这一关呢，其实你如果失去了荆州城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这个就有点改编了啊！它当然什么都是改编。你想想，第一关上来，咱们看三国，第一关上来应该叫什么？叫黄巾起义吗？你就没法叫。第一关上来你叫黄巾起义，那你照你的说法，不如叫女娲伏羲好了。往前说了，其实第一章来讲的，你看咱们《三国战记》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一说啊，一开始一说，怎么说的呢？啊，说这个东汉末年啊，宦官这个专政啊，宦官外戚啊，两方势力各互相制衡啊，出了灵帝、桓帝这2个，最起码啊是虽然说昏庸点，最起码这个汉王朝还是稍微稳定一些的。爆发了黄巾起义之后呢，这边对吧，十常侍乱政。何进被杀，董卓进京，这一系列的故事往这一讲，你说你《三国战记》都已经叫《三国战记》了，那你不如叫《三国志》啊，《三国志战记》。所以说你要真以刘备为主体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你看上来就是截江救阿斗，那时候还没有蜀国一说，那时候呢还是仅仅只是荆州城啊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还没有打到蜀地啊，还没有攻克，还没有这马超什么的啊。后来呢，你看，在第二关就开始汉中争夺战了，就开始定军山斩夏侯，然后呢，再往后呢，跟曹操在阳平关决战，这都是故事。这故事跳得很快，然后就大义失荆州，血战夺荆州，那个就在正史里面的火烧连营啊，那正史里面火烧连营呢。那就有点皮那个啊，那个就再往后血战夺荆州，那时候还夺什么呀？那时候都安居平五路了啊，还血战夺荆州，在三国归一统，那别闹了啊，那就啊，多数有虚构，但是怎么个情况呢？就很难受啊。1、2、3，一顿往前打。一个毒，好的，直接升级暴气，这边升级挑起来，他
一定是要这样式的啊，必须是要这样式的。很多人说啊，那他为什么这个不爆气呢？其实你想一想啊，他爆气连必杀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但也有自己的连法，就先手爆气，连到一半的时候自己再后手爆。不过呢，可以看到啊，他这个必杀并没有像赵云那么好掌握，自己自动升级急，这是最过瘾，一个急，然后马上关羽就上去就开始飞龙在天，那再往后就好说了啊，再往后就好说了。所以说秒他呢，看起来呢不可理解，但是也最好理解。主要就是对于咱们很多人，如果说你看不到，看不懂秒杀，包括你看咱们说。上传小伙伴，不管是谁分享的，不小心打开看一下，第一个观众看完之后说：“小狼这个解说挺好，不仅技术优秀啊（括弧不是我打的啊），解说也很优秀（括弧就是我解说的）。”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大伙儿说小狼，哎，那个这个看不懂，建议你关注我啊，关注我啊，什么公众号啊，包括像关注我各项指标啊，什么优酷、头条啊，各种。然后关注完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你就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好的，一个飞轮。爆气前手，飞龙在天，再前手一根，撞一下，再前手，可以看到啊，跟秒张辽的感觉一样。但是呢，在最后一点的时候要前手啊，目的就是为了咱们撞这个9节杖。你可以看到他最后撒那个杀人剑啊，杀手剑。很多人说小狼是杀手锏啊，这到底是？有没有用？是不是装帅的？严格意义上讲，一会儿啊，在秒另外一个 boss 的时候呢，虽然说也有点装帅的成分啊，但是毕竟是刮到了，就是能刮到有一个腾的声音。这种声音有点像那种没有分的兵，像那种弓箭手没有分，出屏幕射一箭就走那种，你把它打掉那个声音，砰一声，那种声音。包括你像黄忠 A 的那第一下，赵云 A 的第一下，用枪霸。来，这边是火烧连营。火烧连营的话啊，个人意义上来讲呢，很多人说小狼这个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吴蜀联合抗魏，最后2个人分倒杨苗，最后再合一起抗魏。虽然说最后又是被灭了，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说呢，为什么说咱们当时封建社会中原正统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实在是，太富饶了。很多人说那西蜀也富饶啊，你富饶。你如果像偏安一隅这种人，他可以撑很长时间，直到你的统治者还有人才凋零啊，再加上这个外族确实太厉害了。你老去打仗，你看打仗就是打钱，你有钱，你有粮食，你去打仗，可是你在中途运输粮食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别人打进去难，你打进去也难啊。你这个事儿，你对吧？你怎么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黑诸葛亮，说诸葛亮头铁，但是诸葛亮呢，他有自己也非常重的一个政治目标。好的，这也是先爆气崩倒，然后张角金打冰晶状态去连，那就没说了啊。张辽一个人咳就完事儿。哎呦，关羽追地啊！哎呦，关羽追地单 A 飞龙在天，小伙子啊！最后一是张辽追地，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挺另类的，但是最后一是还是张辽了，因为那2只老虎太讨厌了啊，两只老虎太讨厌了。很多人说小狼，那如果诸葛亮不打仗就休养生息可以吗？其实诸葛亮休养生息了啊，他修了不多，但是他的后面的几个丞相休养生息修得更好。很多人说啊，那老败坏这边，其实你看什么9伐中原什么的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你看他伐是他伐，还有吴蜀联合，对吧？我这个吴蜀去了，还有魏国这个伐蜀，他还往蜀地这个进兵，包括安居平五路，包括很多啊曹真什么的。像你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他被动挨打，你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想想啊，就是有点什么呢？你看咱们玩那个红警呢，也有最终大决战的，也有派遣一支特种部队的，像偷渡阴平什么的。你说，比如说，我看你防空比较薄弱，我派一队火箭飞行兵，666，是吧？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就打你彩金车，你这个是吧？你就得骚扰。这种有的时候这种打仗，它抱有什么目的呢？抱有就是时刻告诉你，就你别想发展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展起来，你还要干我。你像那时候咱们看那个，我记得那时候玩共和国之辉、红警2什么的，那时候咱不说中国啊，有点微赖了，咱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啊，有那个复制中心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以这个刷钱，
用一个间谍啊，咔咔就刷钱。然后资本主义呢，就一上来就猛啊，什么各种多功能步兵车啊、火箭飞行兵等等啊，光灵坦克的一出来，那非常非常凶。那边呢，就是再加上什么天启坦克啊什么的，包括这边有基洛夫空艇，那边有夜鹰直升机，反正各式各样吧。咱们看这种就是日常的正常秒，这种秒杀不会就费一个气儿，爆气儿就可以，一个爆气儿，然后一个小宝补上就开干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还是要跟大伙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你不打吧，他真不行；打了呢，很多人说那收取中原、收服中原哪有那么好收？孤兵犯境，你看那个时候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比如说坐在后期战役了，虽然说也是冷兵器时代，但是多多少少有点热兵器的时候啊，有这神武大炮啊，就是咱们说清康熙年间平吴三桂，那三桂忍辱负重这么长时间，这已经占领了咱们说大半个这个当时清朝的版图啊，倒没有啊，最起码人家在整个南方全断了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个世界历史、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，大部分的北伐都是失败的啊，大部分的北伐啊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咱们可以看到，就无论你怎么样，我有这个钱，我有各种，比如说政治力量，还有民众力量。在有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就没招，你打我一点招没有啊，早晚我会打回去。你像这个，你去打这个曹丕，那个时候呢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打曹睿什么的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一旦当时这个孟德真的策反啊，不是说策反，本身孟德就是对吧？就是跟这个蜀国这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二哥这边的事儿啊，咱说那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娘呀，这声不像啊，娘呀。好了，看看赵让，这是细节了，咱们看一下一个毒升级，爆气。前手，再前手，亢龙有悔，张剑2、3，最后点杀人剑。其实他这个张灵剑可以重置4次，张灵剑，这一点是比较狠的。当然，很多人说他这个怎么连了这么多点？他不像别人啊，你像赵云连这个左慈的时候，可以一个毒变成小动物，一个毒之后啊，白鹤亮翅。哈，赵万壮啊，白鹤亮翅，哈，然后白鹤亮翅，哈，然后白鹤亮翅，哈，倒转昆仑，这个，然后再连，然后在这边必杀升级爆气，而这边呢就不用说了，这边就很简单，这边先手一个必杀完事之后呢，这边再连，我还在后手爆气，连飞龙在天，然后这边呢最后打出4招最后一式的时候，接上一个亢龙有悔，利用张灵剑重置4次的玩法去补这个左慈。比较极限啊，当然这些呢确实没有必要做回放，这个也还看得清楚，我认为大伙儿能看得清楚就好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咱们也看到了啊，反正讲这些故事呢，多了也不心疼。这些观点呢，很多人说小狼你说的我不认同，不认同可以，你不能说我错，我是不会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对的啊，谁说的都是对的。为啥呢？历史就是这样的。你再说了，大多数都是结合故事。那你包括你现在你喜欢某个粉丝，对吧？你说球星，你说我喜欢梅西，简称梅西啊，梅西。哎，你别说，你在梅西人牛了，哎，人家艰难出现啊，还进了个球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说啊，你这种事儿，你看 C 罗，你说 C 罗啊，大海罗啊，你这种你到底是，你说他俩谁厉害呀？内马尔啊，谁厉害呀？你没法说谁厉害。对吧？这个东西你没法说，他俩这玩意儿不能打1v1是吧？你这个1v1足球那不知道咋玩，谁能告诉我怎么玩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表现，有的时候呢，你看咱们说你玩王者荣耀，你杀个人，有的时候助攻很关键，对吧？你搁这上一杀收个残血，其实主要是看人家前面消耗的肉盾上去扛控制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你所以说啊，像这种情况下呢，咱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，我认为就没有说谁第一谁第二，对吧？谁对谁错，就是大概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一个炸花，这炸花啊是过瘾啊，咱们可以看到，就相当于一个盾书的感觉。现在14级，15级了，看一下15级了，保持一个姿势前跑，现在已经升级了。这样的话只需要再连升级爆气，一会儿打这个许旭啊，打他的时候呢，确实比较屌啊。
好了，看看一顿单 A， 这边关羽在控制分数啊，关羽在控制分数。好了，后续关羽这个分数也要控制啊，包括打气儿。其实气儿来说呢，对于关羽来说呢还好吧，也挺难打的。你看关羽现在15级，就一顿神 A， 他这个气儿你怎么算？没法算啊，你对不打，对吧？所以说就很皮。来吧，看看，现在呢，接下来是见证齐猴的时刻。这个时间很珍贵，当然这个秒杀呢，咱们也可以看到啊，都是为了后续。如果他不缺这个气儿的话，他不会去打的。还有最后一波，然后准备拆车，打掉升级，看没看见关羽升到了16级？这16级也很关键啊！你连招的时候突然就升级了，那还玩个粑粑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，准备好这个许旭，一个咚，直接升级爆气，然后一个炸花。追地一挑，还留了一个兵，追地一挑后前手，这边前手一根，你看啊，张辽跟关羽的配合，这个前手，但是这一次他不是打前手，打了一个回风扫叶，干环卫的啊，这回风扫叶啊，这确实狠。好了，看看一会儿荆州城，荆州城里三中宝，铁球面酱纯不老，今天的天气真不错，不太冷也不太热。早餐的营养要加强，驴肉火烧加板肠，太狠了啊！啊，荆州城的话，其实秒杀这2个 BOSS 呢，小的时候吧，其实小时候很少有人玩这个地图，都是有人说啊，我要拿那个剑。哎，你说小的时候这些攻略是怎么来的呢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传到乡镇一级别的时候应该很晚了。最开始呢，都是很多玩家他有这个攻略，他不是说自己做的，可能官方发售的一些攻略，包括你说克顿书这个，克顿书是谁发明的呢？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专门我就站出来，我说这个克，这个行，这个可以，挺难，而且它传播开来怎么传播？在游戏厅有人这么玩，然后1传10，10传100。然后这人回老家1传10，10传100，这么传的吗？那个时候咱没有网络，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就买一些杂志书，一些游戏杂志，什么魂斗罗啊，怎么去调30个人，什么超级马里奥，怎么去卡关啊，怎么攻略啊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你三国战记也一样，玩拳皇97，那你说玩拳皇97联创。还有咱们的无限连那个踢杀，想一想这些很好理解，这些很好理解。你比如说无限连创，在撞的一瞬间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既然撞那么高，我再撞也能撞过去，那为什么我不再撞一下呢？啊，可能就想一想为了怎么撞而撞。这个克顿很难想象啊，克顿是真懵了。秒杀呢，据说是因为啥呢？秒杀还真不是官方，秒杀据说就是有人就发现了这个升级爆气可以重置这个。它可以把人弹起来，可以重置，可以把这个必杀给干掉，这点是很关键。所以说打开了这个大门，大门那个 bug 阵也是咱们对吧？这个人脑啊开发出来的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有很多东西吧，这个可能都是一些幻觉之类的，你说不定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看现在1货都秒了，还在乎2货吗？啊！好了，看看现在马上宙斯2货，刚才是9节掌，又是9节啊，前手。9节的话呢，就是为什么有2个9节，一个是撞出来的，一个是反路啊，一个是反路。好啦，这个单追很简单啊，单追没什么好说的。好了，挂上小葫芦，1、2、3、4，单 A 前手，这还连上了，你看没看见？这个你说很气人啊！他给人打倒了，还连上了。准备好环盖，一个的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一个毒，哎，这个毒标打得非常准。你看他 Y 轴方面上连续2个前手，3个前手，回风扫叶，打追地后前，前手一根。
关羽这个前手啊，真心变态，他就相当于自带一个重置技能，而且可以随时连，而且一口气可以连好几次，爆气。正好你看，我站得高，咱们看这个地图很另类啊，它是一个斜角，在咱们视角上看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平地，它好像有点像啥呢？这个有点像比萨斜塔似的，它就明显是要倒。所以说，你看他俩站位，一个人站底下，一个人在上面，把黄盖夹中间，这边打前手，然后接必杀，这边就爆气。正正好好，要平地的话就嘚儿了。你像这个就明显看起来，虽然说它因为它不是斜着的，咱这么个这是上下啊南北通透的，所以说它看起来有点就是平地的感觉，因为确实也平地。刚才那个就是有点斜，离岛歪斜的啊，左右不一样。看看最后一关，这关的话呢，咱们正常是先是一匹马加魏延，然后司马曹操2连发。这个人盾书烧的。差那么刚才说差那么一下，直接放了一个人盾书，让张辽快速升级。这个胖子长得真帅啊！实话实说，这胖子长得也确实胖。这家里趁啥吃啥长大的呀？吃这么胖啊！好了，飞上来这个都会后空翻，这些小兵比咱们人都猛。咱可不会后空翻，他空中有点像那个小燕子和紫薇那种啊，跳起来为什么在空中要翻跟头？你要跳得快，我能理解，你愿意跳你就跳呗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你跳过去的时候在空中要转要滚一下啊？这我不太清楚。这个小时候有一些武侠的，就是感觉他一蹦，咔就过去了，这是狠，一般的没啥屌用啊。怎么看这手速？直接点到100，刻住盾书。这个飞沙走石太平要术的盾书，来自于南华县人赐给张角的大贤良师。张辽17级，准备卡位，挨揍2下，长2颗气儿啊，长1颗气儿，一个夺必杀，先手暴气升级。他这个暴气跟那个必杀掌握的非常的好。这地方为什么有难点呢？跟大伙儿讲一下啊，这地方难点就在于，因为关羽的必杀实在是不太好控制，他这手暴气如果爆得早了，那当然不行；爆得晚了，那么第二个暴气时间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所以说啊，这比较极限，爆得早一点，爆得早杀得早，然后处女就变大嫂。来看看接下来的话怎么个情况？有的时候挨揍啊，这就确实长气儿。你看挨揍长气儿的速度那真是快，没办法。有的时候呢，就算是 TAS 他也要挨揍，要打气儿的。他气儿，你比如说咱打气儿，你凭空，咱不说你像你8神，你选 ADV 模式，你选罗斯，他都长气儿，是不是？你看龙2，你给他撸，他也长气儿，或者是 EX 模式啊，拼，但是他只能长1颗。咱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你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有小兵能长气儿，没有小兵你就是挨打长气儿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们看这个 ADV，有点像 ADV 模式，但是比 ADV 模式多了大半管气儿。一个毒之后呢，一套连招。这边张辽呢，只是选择用了一个黄石弓来清兵。张辽追地前手，利用跳 A 把小兵打掉，追地后前前手，再前手跳 A， 最后一次追地前手，再前手直接前死。马上落地一个杜康酒，小麦穗儿，小毒镖，没啥用就不要了。而且你看那个血包，那个饭团都不吃，所以说咱们的玩家如果他没有那个需要的话，这个包子是不用吃的，浪费时间，不在乎那点血，该卖的血也卖完了。因为关羽已经吃了一个杜康酒，他不需要太多的气儿了，能小的大啊。一顿放小宝，这个地方清兵速度非常快。在最后一个环节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咱们的玩家呢掌握这个节奏啊比较好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放。在这时候直接放了一本天盾书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电都不知道在哪，就是电人，感觉有点像自动跟踪型的雷神托尔。一顿前沿锁放小箭筒，跑的跟小箭筒的速度是一样快的。秦王鞭石往后拉跳 A， 然后直接放火。你看他这个没办法啊，放火太恶心了啊！放这个小火弹，然后直接一个清兵卡住小兵之后，准备好先手1、2、3、4，后手杜康酒爆气，
杜康气儿去了。再前手一个回风扫叶，张辽追地后前手，最后还是用必杀，然后张辽爆气一个意思。大多数的套路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追地一挑前手后，这样的张辽后，然后关羽哈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好了，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卡住位置，直接呢是曹操。这个位置不需要任何东西，张辽先手爆气，不是爆气效果消失了啊！我还以为他先手爆气。马上看看这个曹翼德啊，长得像张飞，所以说简称曹翼德。太平清岭先手爆气崩倒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细节了，最后一下咱们看一下，哎，最后一下打中，然后接手，这个很内涵，用太平清岭呢去起手，太平清岭最后一下打出了3连，再前手，好了，打起来血杀。因为没有召唤状，好升级爆气，最后还练了风卷残云。最后这一下呢，其实就是正好把张辽打出升级和爆气。所以说前期的时候呢，放这个天遁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打兵，都是张辽计算好的。该不打的时候他不打，他关键时刻这一手升级爆气，用亢龙有悔把曹操给秒掉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在片尾的最后可以看出来啊，咱们的 GXQ 大神呢可以开出一个专辑了，因为他的作品，我目标是把所有能秒的全给他做一遍，包括你像之前咱们做的17秒啊，因为那个也是极限了。以后呢有机会，希望他能够再出一些牛逼的单秒，或者一些更好的玩法，甚至是更多的游戏。希望呢咱们的 GXQ 大神呢听到这段话呢，也能给小狼啊，说白了多多配合啊。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大神这种人才啊，真的是很难得，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记住啊，能够尊重咱们的这样的人才，包括尊重小狼这样的解说啥的啊。好，那么在今天的视频呢，也是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或者是订阅来支持小狼，同时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小狼解说来支持小狼解说，跟大家伙说下期再见，拜拜。